没错 ，AI4O 就是 Lenovo 在推广的一个概念。概念就是说，未来我们相信 AI 这件事情不会只是一些大型企业它的专利，中小企业甚至个人消费者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性，帮我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好，大家好，我是 Powerarena 的 Dave。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Lenovo 的 Piano 来跟我们聊一下边缘运算目前在 AI 跟制造业这个场域当中，它能够实现到的应用会是什么？那 Piano 它对于边缘运算这方面其实蛮有琢磨的。那我们今天就事不宜迟，让 Piano 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吧。好，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 Piano。那我是目前担任Lenovo 联想的亚太区的边缘运算的业务开发经理。那在我过去这工作的大概将近20年，对，那其实我是一路从一开始的 IPC， 就是台湾现在其实很多公司在做的这种工业电脑，那一路做到后来的 IoT， 那再一路做到近年来的边缘运算。那其实这整个中间其实都是一脉相承，其实过去从 IPC 公司做到 IoT， 做到现在的边缘运算，其实这都是同样的一个技术，那只是不断的一个演进。所以也可以说，其实我在整个的工作的这个职涯中，一直都是在边缘生活的男人。对，好，那提到边缘运算，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观众群讲一下？就是我在之前有看到您有在讲到，就是 bring compute to the data， 是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过往我们所看到的这运算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不同 ？OK， 其实我们在过去even是到现在，其实主流的这种运算的架构，我们是希望把在边缘，其实我们定义的边缘就是说在资料产生的地方，对不对？那就是比如说像制造业，那它的边缘就是在产线上。那它零售业的话，它的边缘可能就在零售店，它的这个真正产生这个业务这个行为的地方，在这些边缘的地方产生非常多的资料。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过去到现在这种现有的这个运算架构，我们是希望把这些在边缘产生的大量的资料移动这些资料到后端，到我们现有的资料中心，到我们的云端，那到那个地方去做运算。那希望在这个地方去做运算之后呢，能够找出一些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搬移这些资料的过程，其实是需要成本的，不论是时间的成本，或实际的这个频宽的成本啊，等等的这个，那这些成本其实不低，而且你要在资料中心、在云端去对这些大量的资料去做运算，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是，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市场数据分析调查说，在过去大概10几年，这些全部的这些在边缘产生的大量资料，只有不到 2% 的资料有效的被应用。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提到有这些成本在，所以大家习惯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只去移动我们认为重要的资料到后端，到资料中心，到云端去做运算，对不对？那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只有这么少的一个百分比的资料被好好的应用。但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发展趋势的发展，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更有效率、更低成本的方式，能够去快速而且去大量的去运算这些在边缘产生的资料？那用这个全新的一个概念跟想法，就是颠覆过去的方法。我们不去移动这些资料，我们把资料就让它留在原地，它产生之后就让它留在原地。我们反过来呢，我们把这个运算力带出资料中心，带出云端，我们把这个算力给带到边缘去，带到前端去，让这些资料在它产生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边缘，就能够马上立即的做运算。那我们就可以大幅的省去这个搬运资料所需要的成本跟时间，那也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些好处。那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边缘运算的概念。是，所以过往是把资料带去运算端，现在就是运算端能够直接带到资料端，然后能够加速。没错。因为我们也看到在 McKinsey 它的一些报告也指出，就是在制造商他们边缘运算运用上面，自动化跟即时运算的分析，这两个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两个大的特点。是。那Lenovo跟 Piano 在观察，就是在制造商上面，边缘运算还有带来哪些优势吗 ？OK， 因为就像刚提到了，我们在边缘运算就是希望把资料留在原地，对不对？那在现场就可以去做运算。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说，把资料留在原地去运算，它可以降低这个反应的时间，降低的成本之外，那其他的好处，尤其是对制造商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尤其是像很多现在的一些
这种制造业者，尤其是像可能比较高级像半导体业者，他们绝对不希望他们生产的一些数据，他们一些参数啊等等的外流，对不对？离开他们公司的内部网络，甚至离开他们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现有的工厂，机密嘛。对，机密，对。但是过去如果说他必须仰赖云端、仰赖资料中心的运算力的话，那他们又没有办法保证说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都有办法去布建一个非常强大的运算力，所以他们可能必须去妥协，或者必须要找到更好的方法，能够去保管这些，确保这些资料在移动的过程中不会外泄，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资安的风险。但现在导入了边缘运算这样的架构之后，他们可以很确保的说，这个资料不会离开他们的现有的工厂，不会离开他们的现有网络。他们能够把这些强大的运算力就在工厂内去部件完成，确保这些资料都能够留在原地去做他们所需要的运算、分析等等，那能够完整的去确保的资料的一些安全性。对， okay. 那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因为你不再需要移动这些资料，你也不。所以你不需要去仰赖网络的一些稳定性、完整性， 对不对？因为过去你如果需要总是需要把资料往后丢，那你是不是都永远你要确保说网络是一直很稳定的？一旦网络可能不论是出现什么问题中断了，或者是掉封包等等的，那你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营运的过程可能就会产生影响。但你现在因为你全部的东西都在现场去完成，你不用再这么的仰赖网络的这些稳定性、完整性，所以你也更能够确保了整个的营运的一些持续性跟可靠性。这都是我相信这都是对制造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优势。对，是啊，有任何的实际案例可以分享看看，就是这样子的优势对制造商他们有任何的就是帮助或者进展。因为我们有看到就是在汽车制造商的部分，有一些报告也是指出，就是说让应用透过边缘运算的导入之后，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本来生产的一些瑕疵率就减少掉 20%。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在 Lenovo 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些实际案例？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全球都跟很多的这样一个制造商去进行合作。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都陆陆续续的开始去导入这样的一个边缘运算的这样一个架构。那当然边缘运算，然后再加上近年来非常的火红的这样的 AI， 把边缘运算跟 AI 这样一个同时导入，让他们相辅相成，然后整个对他们的整个的营运的效率啊，都能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举例来说，就是很多像的制造商，他们都开始的去大量的去善用他们在制造现场能够采集到的资料。那这个资料其实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类型。那其实主要来说，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种就是像是结构化的资料，结构化资料就是举例来说，他们在生产的这个产线上持续累积的收集到这些可能是他们的生产的参数，以及他们产出的一些结果，这些文字的资料等等的。那么透过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AI 模型去做把这些过去数年来累积的这些生产的这些参数啊、结果资料喂进去这个AI 里面，那去做训练，那帮助这些制造业者能够去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模型，那甚至能够帮他们用最少的成本、最低的成本就能够预测未来的一个生产的一些结果。他们可能不需要实际上线，实际去尝试非常多不同的参数，才能够去踹出各种不同的结果。他们可能只需要用过去的数据所训练出来这个模型，那就能够帮他们去预测我用哪些参数就能够预测出怎么样的一个生产的结果，甚至进一步的不仅仅只是预测而已，他们甚至能够结合现在非常成熟的这种生成式 AI。结合之后呢，甚至能够做到所谓的指导性的生产，就是说透过 AI 能够直接给你建议，告诉你说你接下来这一批能够用怎么样的参数，用怎么样的一些设定，能够产出你所要的结果。那这个是在结构化的资料部分。那另外一个非常多的制造商在采用的就是所谓非结构化的资料，举例来说像是影像、影片或者是声音等等这样的一个非结构化的资料。那尤其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非常成熟的一派就是所谓的影像分析，或者是我们讲电脑视觉 computer vision， 对不对？就像贵公司就在专门在做这种 computer vision 这种分析嘛。那其实尤其在制造业非常非常的大量的采用这种影像来做
AI 的分析，去帮助他们在就是整个工厂的这个环境啊、人员啊、制造流程上的一些优化跟改进等等。那其实这个方面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应用。举例来说，有很多制造商开始用他们现有的这些原本是架来作为这种安防这种 surveillance 的这种摄影机的影像，那去做分析，自动化去判断说，是不是哪些的工作的环境，哪些工作的人员，他们会有这种安全上的疑虑，那确保说他们在整个的生产的流程中的安全性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或者是透过在产线上的这个摄影机去拍这个产品的这个影像，那透过已经train好的这个 AI 模型去帮助他们去做瑕疵检测。对，那取代了传统的可能是用人力去做瑕疵的一些判别。那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靠人力去做瑕疵的判别的话，人不论是他有心偷懒或者是无心，他可能是疲惫，多多少少一定会产生一些瑕疵的问题。对，有一些漏掉啊，没有看出来的问题等等。但如果我们是用 AI 这样的方式去取代人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而且可以有更高的精准度。是，那甚至进一步，就像贵公司在专注在做的，就是一样透过影像去做分析。那甚至我们可以去用train好的模型去确保说，我们在做整个生产上的组装的时候，它的 SOP 是不是被完整的给遵守到。那尤其在一些比较精密产品的一些组装线，比如说像是你刚刚提到的汽车组装业，甚至像是一些高阶的产品，比如说手机啊，或是高阶的一些 3C 产品，他们都还是最后一阶段都必须还是要靠人力去做组装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影像的分析去确保他们的整个 SOP 被完整的去遵守，而且中间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可能的品质的一些这个缺陷的存在。是啊。我们的东西就是稍微业配一下，我们的东西就是它，因为相对于 ALI 的话，他们可能是制成完之后，最后我们再去做检查。那我们的话就是专门在他们正在制作的当下，就能够去确保说是不是制作的东西是对的，然后制作的程序是对的，去把关到这件事情。对。不过刚才 Piano 提到就是 AI 的部分，因为去年我在看到你们的 CEO 杨元庆有讲到说，就在全球发表大会有讲到说，就是 AI for all 这个概念。对啊，那可以跟我们多讲一下这个东西目前对于制造商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是。没错 ，AI for all 就是 Lenovo 在过去这一年在推广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未来我们相信 AI 这件事情不会只是一些大型企业它的专利。AI 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普及到全部的各行各业，甚至是每个人的身上。那不仅仅是大企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消费者。是各行各业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能够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性，以及能够帮我们解决不论是在工作上、生活上各式各样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让我们的生活更好等等的。那 Lenovo 这边希望做到就是说善用我们这边不论是在软体、硬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以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做一个更好的一些整合之后呢，那能够帮助AI 更普及、更便利的普及到我们刚刚提到，不论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个人等等的身上去，那让每个人都在各式各样的设备上都能够运算 AI 这样的一个运算力，那能够使用 AI， 那这真正能够达到 AI for all， 就是 AI 带给每个人都有机会，让每个人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制造业当然也是不会是一个例外。当然，在AI for all 这样的一个概念慢慢的普及成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我们相信未来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可能现在的比较高阶的一些制造业开始导入 AI 而已。可能各式各样的中小型的这种制造商，不论是传产或者是非常精密的先进设备、先进的这种产品的这些制造商，每个人都能够在它的整个的制造过程中，透过 AI 去降低成本，改善它的流程，能够创造新的一些价值等等。对，所以 AI for all 可能不会就只针对于说大的企业上，一些小的一些零售商啊、种种的都能够透过 AI 去优化他们目前的一些 operation 的部分。那
是不是在整个亚太地区也蛮多地方都目前是在蓬勃发展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听说你好像刚从哪边刚出差回来日本跟韩国的。去了多久？去了各一周，各一周。对，那边应该现在都蛮舒服的吧？天气还不错，对对，像台湾这么热，台湾这么闷热，下大雨，然后对。那在日本跟韩国那边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他们在制造商啊，或者是他们在目前导入这些 AI 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景？是因为我这边目前在联想就是负责亚太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的这边的业务推广。那的确看到，像是一些比较已开发国家，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主，或者制造业占他们的整个经济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国家，包含像日本啊、韩国啦，那不用讲我们台湾啊，或者是像是中国等等的这些国家，在制造业其实都已经发展了非常多年了。那已经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了，所以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施相对都比较更完整。那可能过去都已经，尤其是这些比较大型的这些制造商，他们过去都已经开始进行所谓的数位转型，或者是都已经去迈向所谓的工业4.0这样的过程。所以他们对于整个生产制造流程中的资料的掌握度都已经做得很不错，甚至已经做得非常完整。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导入 AI 其实就相对来说就会更快速、更便利。所以其实我看到其实像这些比较开发中的国家，很多这种大型的这种制造公司，他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导入各式各样的一些AI 的一些应用在他们的制造里面。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论是结构化资料、非结构化资料、影像的分析，甚至比如说我在韩国看到已经有一些制造尤其像这样汽车制造商，他们除了影像之外，甚至已经开始导入用声音的 AI 分析，来帮助他们去做更精确、能够更有效率的这样一个分析模式。那真正做到现在，可能在市面上大家开始去发展的一个所谓的多模态的 AI， 就是不仅仅是影像，它能够结合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料来源。影像、声音、文字等等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料来源，一起去做一些整合性的一些分析，统整之后，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更好、更快的一些决策等等。那这是在已开发国家的一些状况。那我同时也看到，像一些开发中国家，比如像是东南亚、越南啊、泰国啊、印尼啊等等这些国家，虽然说他们可能在整个的经济发展过程相对来说是还在开发中，但是因为这些国家他们是尤其制造业来说，他们是相对是劳力密集的，对，那他们也有很多这种外资那种投资嘛，那可能日本啊、韩国等等都有在，比如说像越南啊、泰国、印尼去做投资，那也去做一些大型的这种制造商等等，所以他们导入 AI 的方式的话，就是说他们会希望运用 AI 去协助他们的劳力密集的产业能够去提升品质。对，因为这些开发中的国家，他们靠的比较还是劳力密集，他们对于人力的成本来说，相对没有像是这些开发中国家这么的高。对，所以他们目前看到并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去用 AI 去取代人力，但是他们要做的是用 AI 去辅助人力，去确保说我用这么劳力密集但是是工资相对便宜的地方，我一样能够做到品质兼顾品质。对，那他就是用 AI 去辅助人力，去能够确保他们整个的生产能够提升它的品质。对，这是我们看到说整个在亚太，不论是已开发国家、开发中国家，其实在制造业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对 AI 的一些导入。所以 AI 这个新的技术蛮像是一个很大的 equalizer， 像一个平衡者一样。是，以开发国家能够运用它运用得好，然后还开发中国家甚至能够运用这个技术能够追得上之前他们可能就是稍微起步比较慢的一些地方。没错。那如果说现在针对目前还在观望，或是目前很想要导入边缘运算技术跟 AI 这样子的技术的这些制造商，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建议能够让他们就是很快速的能够导入进去，无痛的导入进去的这种程序呢？ OK， 可能就根据过去这几年跟这些大大小小不同的公司的这个讨论的一些经验的话，可能可以做一些分享吧。就是说
尤其是针对这些想要导入正在观望想要是否要导入 AI 这些制造商来说，可能第一个事情我们会建议就是说针对现有问题去着手，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的客户，他们可能因为这1-2年这 AI 的这样火红的这样话题，他们可能会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就是会马上想到说可以用 AI 干嘛，可以做到非常多很多很炫很分析的事情，对不对？但其实后来实际他们可能去 run 了一圈，跑了一圈，发现哇，投入的成本跟获得的效益其实没有办法回报，对，那这个只是炫而已，只是好玩而已，对。那我们发现说，其实真正能够让客户马上找到说，我导入这样东西是有效益、有价值的，就是说针对现有的问题去解决。那什么是现有问题呢？就是实际他们可以去 review 他们现在的实际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制造流程里面，哪些环节是他们一直是靠现有的，可能就是现有的能力没有办法去突破的。不论是在品质的提升，在成本的降低，或者是在各式各样的流程的改善等等的，现有可能是靠人这件关键因素没有办法去突破的，对，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运用刚刚提到的，用 AI 去取代人的眼睛，取代人的耳朵，甚至取代人的嘴巴、人的手脚等等的，去突破人体的一些限制，那能够去做一些改善。那是针对可能是现有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是一开始就是利用小规模的试点，而且是用最低成本去开始尝试，才不会可能让一些公司可能觉得说一开始投入大量成本，但是得到的相对的这个 ROI 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开始是用最小的试点，那甚至是用现有的设备？举例来说，就像刚提到的一个方面，就是你用现有都已经架设在整个厂端的这些现有的这些摄影机，你现在本来就已经收得到的影像，开始去做分析，开始导入 AI， 然后从这些影像里面去找到一些有机会去改善导入的一些方式，而不是一开始为了做 AI， 可能就是很多地方就去布了很多新的设备、新的摄影机等等的。对，那这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一些合作的伙伴。那尤其是不论是像联想这样的硬体商，或者是像PowerArena 这样的软体商，当然都是需要找到已经在边缘在 AI 这样的一个经营已经非常多年，而且已经有成熟的案例、成熟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开始合作，当然可以让你整个导入的整个过程能够事半功倍。对，因为我们过去也有看到很多厂商，他们可能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找了一个厂商来做，那又必须要从头开始重新收集资料，重新开始 train， 那花个半年1年只是为了 train 那个 AI 模型而已。对，但我们会建议说这些想要导入的这些厂商能够找一些已经有现有成功案例，而且已经有 train 好模型的这些厂商来合作，他们可能就只是小幅度的去更改它现有的模型，就能够马上导入它在他们的现有的场域里面，缩短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导入的时间等等的。对，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整个的导入的过程中，势必要做到这样一个跨部门的合作，因为 AI 这件事情不会只是资讯部门，也不会只是工厂部门，对，它是需要资讯部门、工厂部门甚至管理阶层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紧密的合作。所以在整个的公司内部势必要成立，可能就为了成立导入这样的 AI 专案，必须要跨部门的成立这样的一个 AI 团队，才能够确保内部的沟通更顺畅等等的，那能够帮助整个导入这样的一个整个 AI 的过程这样子。对，所以它看似其实是好像按了一个按钮，然后就可以很魔术般的把事情都解决到，其实后面要准备的东西、要注意的东西也都是蛮多的。是当然。那在今年也是差不多到下半年的时间，在下半年时间跟明年2025年 Lenovo 目前对于亚太地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一些新的计划，然后针对这件事情有在做一些发展的？对，其实我们Lenovo 在过去1年左右，其实针对除了刚刚提到这个 AI for All 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外，对，那其实在全球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针对这样的 AI 的来临的所推出来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 program，一些新的一些解决方案。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AI Innovator Program。
那这个 AI Innovator Program 呢，我们就是希望去建立整个 AI 的这个 ecosystem 生态系。因为 Lenovo 身为一个边缘运算啊这种 AI 运算平台的一个提供者，我们必须很紧密的跟这种软体商，就像PowerArena 这样的一个软体商紧密的合作，那互相的这样子一个相辅相成，我们才能够确保把一个最完整成熟的解决方案带给各行各业的客户，尤其像是制造业这样的客户。所以像是一个AI Innovator Program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program。那当然针对亚太这样的市场，我们尤其刚刚提到制造业尤其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在也会陆陆续续在亚太这边去着重去透过这样的一个 AI Innovator Program， 那去扶植去紧密的跟一些针对制造业有推出 AI 这样的一个软体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软体商做一个紧密的合作。那进一步的呢，我们也会导入我们现在在全球另外一个新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Lenovo Validate Design， 就是说我们会希望不仅仅跟软体商不仅仅是一个合作互相验证方案，然后介绍给客户而已。我们是希望透过 Lenovo 这边的一些资源，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实际的案场，那把这样一个合作的软体商的这个方案，在我们的这个案场去做一个完整实际的一些部署跟验证，那帮助客户去测试出可能举例来说运用怎么样的运算力可以做到处理怎么样的一个 AI 的workload。举例来说，我们可能运用怎么样等级的 CPU 加上怎么样等级的 GPU 可以处理多少支 camera 同时的影像，而且能够做到什么样程度的 AI 分析。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测试验证之后呢，出一个报告。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测试过验证过的方案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 Lenovo Validate Design， 就是联想验证过的一个设计方案。那把这样的方案呢，可以分享给我们的一些有兴趣有计划去导入 AI 的这样一个客户，让他们去减少了在前期可能在study在测试在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过去Lenovo 这边已经跟他的合作厂商这边已经测试出你需要运算怎么样的一个负荷量AI 的工作量，你需要怎么样的算力，怎么样的一个架构，怎么样的平台，然后我们能够很直接的去以这样作为参考，那在上面去做一些根据每个不同的场景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等等。对，那我们相信这样能够大幅的缩短前期的准备的时间，那能够加速整个的导入的一个过程。对，那另外呢，最后我们 Lenovo 内部也有另外一个同时在进行的一个专案，就是说其实在 Lenovo可能很多观众甚至很多我们业界的伙伴都不知道，其实 Lenovo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业群，大概几年前成立了，叫 SSG。那他们是专门提出一些专门提供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事业群。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SSG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呢，能够把硬体、软体以及相关在部署 AI 需要的这些服务做一个打包整合，透过 Lenovo 这样一个单一窗口，提供完整的一个部署服务给我们的终端客户。那真正能够做到我们提到所谓的 Edge as a Service， 就是边缘级服务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让客户能够跟我们合作以后呢，就能够就是类似像是一条龙式的这样子，从硬体、软体到整个的部署服务都能够在跟同一个厂商合作就能够一起完成。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相信在针对像是亚太这样的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能够带来更快速而且更便利的这样一个服务给我们的客户。所以不论是从规格化，然后到时候像一条龙整个服务，对，然后其实在对于制造商跟对于他们客户也蛮多一些蛮用心的。谢谢 Piano，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东西是蛮多的，我们从一开始聊到边缘运算什么样的概念，从把资料
原本是过往是把资料带去运算端，嗯然后现在把运算端带到资料端，对，然后能够加速，然后帮助制造商他们在安全性以及他们在运算的灵活性上面都有很大的提升。是，然后跟观察到一些亚太地区目前在开发中国家、已开发国家对于 AI 这样技术的运用，他们是如何能够去把这个就有点像是竞争的这个棋盘重新去洗开了。是，然后到最后，我们有一些对于想要导入进去 AI 跟边缘运算的一些制造商，都能够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Lenovo 目前能够提供到很多的资源。是啊，谢谢 Piano， 谢谢各位，可以吗？真的吗？中间有一直打，有一些吃螺丝，那个还好，可以吗？我们有破纪录吗？就录影一镜到底哦，所以我们是破最顺的纪录。OK， 这可以好，可以好，OK。